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大家都在讨论，乃至全球各大权威媒体都在报道的事件：一颗疑似外星飞船的星际访客3I 阿特拉斯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我是阿一，我是娜娜。2025年7月，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神秘天体闯入了人类的视野，它以每秒钟68公里的惊人速度穿越了星际空间。直径可达20公里，比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还要大。今天就让我们聊聊这一颗被命名为3I 阿特拉斯的天体。它不仅是人类发现的第3颗星际访客，更因其一系列异常特征引发了关于它是外星飞船的热烈讨论。它会撞我们吗？目前来说，它的轨道不会，而且它这个轨道还很有特点，一会儿咱们会说到。在3I 阿特拉斯之前，人类已经2次迎来星际宾客了。2017年发现的奥莫莫，在当时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。它是一颗长约400米、形状像宇宙牙签，以每秒26公里的速度掠过太阳系。飞离太阳系的时候，居然莫名其妙的加速。但是却见不到彗星常见的喷气或者是彗尾。2019年，乌克兰的一位业余天文学家根纳里·鲍里索夫发现的2I 鲍里索夫具有明显的彗星特征，彗核被彗发、尘埃和气体云包裹，每秒损失大约60千克的水，轨道偏心率高达3.36。那么它作为第3颗访问太阳系的不速之客，那么为什么会觉得这奇怪的天体会是外星人的飞船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哈佛天文学家阿维勒布了。他是天文学界的一个话题人物，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的主任长达10年，是黑洞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专家。他不仅最早分析了刚才提到的奥莫莫的轨道特点，还提出过太阳系可能存在外星探测器碎片这一观点。虽然他经常引发争议，但是每次研究呢都能带动大家对星际文明的关注。那么针对3I 阿特拉斯，勒布提出了诸多的分析。首先，作为第3颗访问地球的星际访客，3I 阿特拉斯展现出更多令人困惑的异常特质。首先是它近乎于精准导航的轨道。阿特拉斯虽然是逆着行星的方向飞行的，也就是我们是这样转的，它是这样子过来，但是它却与地球的黄道面平行。也就是咱们看得到的太阳、月亮以及其他行星所处的这个平面，它仅仅形成了5度的夹角，如此巧合的概率只有0.2%，这让勒布猜测它装有高精度的导航系统，专门来太阳系考察的。其次是它巨大的身躯，勒布指出，如此巨大的星际物体极为罕见，按照概率来说，在发现这样大的星际天体之前，人类应该已经发现了上百万个类似奥莫莫、类似它的一样的小天体。第三，与普通的彗星相比，它反而显得很吝啬去释放它的气体。7月23日 ，NASA 红外望远镜的光谱分析显示，它释放的气体非常的稀少，更像是一块金属疙瘩飞过来一样。这与通常彗星靠近太阳时会喷射气体、拖长尾巴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就像咱们说的英仙座的流星雨，它形成的原因正是因为彗星喷射出来的尘埃所形成的。而这一个特点就被大家理解为它可能外表会包着一个外壳，那是不是就很像伪装成彗星的一颗宇宙飞船啊？阿特拉斯的飞行轨迹似乎还经过了精心的策划，将在2025年近距离的掠过金星、火星和木星，这样的轨道设计概率大概只有0.005%。这种类似于串门的路线，让大家都联想到它可能是在调查太阳系的生命档案。这就让我想到了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者1号和2号，他们当时为了考虑去探测更多的行星，特意设计了引力弹弓的轨迹，就是先飞到木星，然后再借助木星的引力去飞到土星，再飞到天王星、海王星，就像搭便车一样的高效。而这颗彗星，它掠过金星、火星、木星这样子的路线，就和旅行者号人工规划的路线特别的相似，也难怪有人会觉得它不像是自然的天体。那最后一个疑点就是它在近日点的时候，它会隐身、秘密的行动。阿特拉斯将于10月29日达到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，这正是天体可能变轨或者是决定是否留在太阳系的关键时刻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它恰好却躲在了太阳的背后，相对于地球来说，人类却看不见它，进入了一个盲区。勒布就认为，这像极了间谍飞船躲开监控、秘密行动的策略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相当于他知道地球上有生物了，有这个可能性，所以他特意躲在
地球的盲区。卡视角。基于这些异常的特征，勒布与2位英国学者在2025年7月16日，也就是上个月发布了论文，提出了3I 阿特拉斯可能是外星文明间谍飞船的大胆假说。他甚至将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边的黑暗森林理论联系起来，他们推测这颗天体可能会在11月底到12月底，然后对地球派出侦察机。那我们应该也能侦察到他们。那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，它现在出现的速度跟时机，已经让我们人类的航天技术无法去追上它了。就失去了探索的可能性，因为它出现跟我们发现的时间已经太晚了，人类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科技赶上去。如果早一点咱们发射，可能会在宇宙空间到时候遇上它，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调查，比如说发射探测器降落到它上面，看一看它是什么，或者是稍微离近一些。但是现在它所处的情况，我们没办法去接近它。明白。这一假说呢，也引发了科学界的激烈讨论。牛津大学天文学家克里斯·林托特表示，称其为飞船根本没有任何的根据，其实上它就是一颗普通的彗星。NASA 的观测也发现了水冰、硅酸盐和碳基分子，这个成分与太阳系的彗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7月28日，威拉鲁宾天文台的观测确认其汇合活跃，亮度波动是由于冰裂导致的，支持了其自然天体的解释。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主任保罗·乔达斯认为，它只是一颗有70亿年历史的古老彗星，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成分。加拿大天文学家萨曼莎·劳勒则批评勒布说，太爱科幻剧情了，指出其论文尚未经过同行的评审。事实上，勒布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科幻的脑洞，教学的脑洞。阿特拉斯多半还是一颗普通的彗星，但勒布坚持认为，不查清楚怎么会知道它是不是外星科技？万一地球被盯上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是，宁愿信其有。那有一点我比较好奇，就是你之前也提到过有几个彗星，那它们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吗？3I 阿特拉斯这个名字当中，其实上蕴含着丰富的天文知识。其中3I 就代表着它是人类确认的第3颗星际天体，其中的 I 呢就取自英文的 Interstellar 星际，也就是星际穿越的这个片名，用的就是它的首字母 I。而阿特拉斯则来自发现它的阿特拉斯望远镜系统，这是 NASA 资助的小行星陆地撞击最后警报系统的简称。咱们回到3I 的这场争议当中来，科学界采用了积极的观测计划。NASA 计划利用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在9月获取阿特拉斯的详细光谱数据，这有利于能够揭开其真实性。勒布还建议派遣目前正在绕着木星运行的朱诺号探测器改变轨道，在2026年3月这颗彗星接近的时候进行探测，这需要9月14日前让朱诺号加速每秒1.66英里。对于公众而言，2025年底至2026年初将是观测这颗彗星的最好时机。能看到是吗？对，随着它逐渐离太阳越来越近，有望通过中型的业余天文望远镜观测到这一颗星际访客的亮影。天文学家们特别期待能够分析其成分和结构，甚至探测它里边是否存在氨基酸或者是其他的生命前的有机分子，为寻找地外生命提供线索。3I 阿特拉斯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宇宙的浩瀚与未知，无论是作为一颗普通的星际彗星，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自然现象，或者是外星科技，它都会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研究机会。正如英国天文学家诺里斯所言，这一发现提供的更有力的证明，银河系中漂浮着上千万颗类似的星际天体。随着威拉鲁宾天文台等先进设备的投入使用，我们未来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星际访客。每一次相遇都将深化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，同时推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。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宇宙中，保持好奇心，理性的去思考和开放的态度。后续我们也还会持续关注这颗彗星的情况，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